秋瑞。我确实是个比较爱生气的人，有时候那股邪火一来啊，我自己都难以理解啊。我一失眠真着急啊，我开始骂自己。我说你上班时候不挺困的吗？躺床上睡不着了？这时候给那些经常失眠的朋友发消息，他没回我，我更生气了。连你都睡着了，当时就有点理解舒适了，想给张怀民打电话。同事也知道我这个性格，去写节目的时候，为了能写出共鸣，就会把脾气差的嘉宾留给我。到我手里边的全是 rapper、乐评人、臭嘴大 V。我一进那个会议室，我都懵了。我说我是已经下地狱了吗？我本来开头这个段子就是给一个 rapper 写的，为啥最后没让他讲呢？我给他读完，他问我张怀民是哪个厂牌的。跟这帮脾气差的人工作不了啊，他们还吵架啊。我第一次当面看两个 rapper 对骂啊，我在旁边说实话有点不想拉架，我只想问他俩为啥不发歌 diss。我不是想激发冲突啊，我反而觉得解决冲突最好的办法就是比一下子。我们脱口秀圈这帮脱口秀演员为啥好管理啊？我们有排名。没节目之前，我们光雅线下的时候也是互相瞧不上。我就总问啊，为啥老让呼兰压轴啊？比了几年之后，呼兰永远是我最好的哥哥。排名摆在那儿，你就没法不服了。你说你1年不服，2年不服，这个比赛7年了还不服？脱口秀比赛快让呼兰干成7擒孟获了。我们这帮货哈，比一次被擒一次，比一次被擒一次，擒完了他还放你，让你准备1年，再来他还擒你。我觉得诸葛亮有点侮辱人了，他擒你之前还帮你改稿。他比赛经验足啊，帮我们改稿的时候还鼓励我们啊，说没事儿，放轻松，我还没有稿呢。我一看他电脑确实是空的，就跟他去喝酒了。他回家熬一宿，第2天上台巨炸。我当时就觉得中计了，空稿计。我这次来比赛有点理解孟获第7次出征时候的心态了。输赢很重要吗？真的，人一旦放下输赢之后啊，你视野都开阔了。你们也知道，这2年对面也有个节目，好多人都觉得你们是不是得争个你死我活啊，打出个死活啥的，那是老板们要考虑的事儿。我作为演员，只觉得又多了一个跳槽的机会。之前上节目还要海选呢，今年全取消了。反正你不让我上，我就上那边。今年上节目还有奖金拿哈，多比1轮就多1个月年终奖。我不知道对面有没有奖金啊，但我觉得我这段播了，对面肯定就有了。咱就得让老板们搭起来才有好日子嘛。咱过得最好那几年，不就是互联网大厂互掐的时候吗？什么共享单车、网约车 battle， 谁在乎过他们的输赢啊？两边 APP 我都下。我都嫌他们打的时间太短了，打到我死多好啊！
我现在特别希望他们能在医疗领域打起来。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，这边大喊600块钱换肾不是梦，那边2000块钱致癌免预约，给第三家整急眼了，大手一挥，我这边看30秒广告能复活。你总在打车吃饭这种我花的钱的领域打多没意思啊！你们杀进房地产呢，把房价给我打下来。你要是6块钱卖我一套房哦，哎，就是盖一半烂尾了，我都说，剩下的我自己来吧。你房子卖这个价，生意失败了还用出国躲着吗？你去谁家谁不给你一碗饭呢？你不像那个拼少少那个老板，他要来我家要饭我就让他再邀请500个好友。别老教育我们打工人要有主人翁意识了。我现在不想当主人翁，我想当渔翁，鹬蚌相争里的渔翁。反正靠我自己这房子肯定是买不起了，只能守株待鹬蚌了。谢谢您，谢谢你们。周瑞锁票通道开启。再次感谢秋瑞给大家带来的表演。爱秋瑞，太喜欢秋瑞了。就是秋瑞每回这个他特别解恨，你知道吧？就听着那种感觉特别解恨，而且秋瑞每回那个小尖下巴颏跟吉他拨片似的，你知道，搁那梆梆弹别人。哎，但是真的平时爱生气吗？我觉得爱生气我还能再写好几篇。哎呦喂，哎，我觉得劝你养养鱼，你多看鱼就会舒心，因为鱼舒心啊。啊，然后I'm sorry， 但是重点忍过这些，好，又成长了，对不对？好嘞，是的，成长了。但是我就觉得特别希望秋瑞一直让我们过瘾下去，好吧？期待你后边的稿了啊！了不起，了不起，了不起！好嘞。我特别喜欢秋瑞，就是他就是对全世界好像都不顺眼，看不顺眼。对，看哪儿都不服。对，然后呢？但是我觉得，反正在他之前，我没有对谁的生气这么的着迷。他就是甚至激发了我人性当中的某一种暗黑的别介，丢脸。就类似吧，所以我每次都对他是充满期待的。他讲的内容我都特别喜欢。而且秋瑞的那个生气，其实表面上看好像是他在自己生气，其实他生气的所有点，都多多少少有社会大众的痛点。是的，社会的当下性，这点才是秋瑞真厉害的地方。我觉得今天秋瑞讲的非常好。他解决了我之前有一个我自己心里的一个困惑，就是在什么样的场合，这个内部梗能够到多内部，我们是能够接受的。我觉得刚刚秋瑞那我就完全能够接受，他其实围绕的就是呼兰。七情孟获，他一直是围绕这一点，但是我能够接受，就是因为他把这个梗作为一个工具，他通过这个工具让我们所有的人会觉得，我们是一块儿的，就这每一个笑点我们都能够被涵盖在其中，就你没有把我排斥在外。有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抗拒一个内部梗，是因为就会觉得，你们几个人笑，我是外人，那种被隔离在外的感觉让人很不爽，你就会抗拒。但他刚刚做的那个特别好，所以我就觉得很爽的拍了灯。是好。今天我觉得他维持了一贯的鲜明的个人风格和高水准，唯一一个我感觉奇怪的，可能是我高度主观的想法，就我感觉他像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走到了8、9成的时候，我在这儿就等着拍灯了，然后突然就没了。就是我其实想留在那儿可能会好玩一点，往后写就是会好笑，就不好玩了。你想更意味深长一些？对，就想搞完喜剧搞多了，你就总想说点那些金句了，你总想。但我完全不担心。对，你因为肯定能进去，对，完全不担心。一直走下去啊。好。